电钻响，黄金万两。大家好，我是安装工小米。今天简简单单装个浴室柜。现在搞安装的师傅应该都发现了，装来装去，天天装的都是这种网红款浴室柜，野火烧不尽，冲锋吹有声。大品牌的柜子难道都被干死了吗？摆弄了半天，这个架子原来是他自己后配的，我说怎么感觉放哪儿都不合适呢？询问业主，原来他是买了一个毛巾架，把它打算安装在这里。这个架子还花了30块钱。柜体的总宽度和台面的总宽度都是标准的1.2米。这个插座和开关瞬间让我头大。研究半天不也得安装吗？直接拆了开干。这边是安了一个对丝，这已经好几年了，这个对丝还难拆啊，拆不下来。这个时候一定要沉住气，别紧张。业主也着急了，然后给我去找他的扳手，但是我已经把它给拆下来了。拆掉以后，我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呢，就是给它确定一下水管的走向，用我的1指禅感觉一下。好，已经确定上走水，那我们打上2个点，别一会儿我们安装柜子的时候忘记了打到水管。对了，装柜子之前一定要先装脚阀。量一下台面的厚度，这个是15公分。这样我们在安装柜体的时候呢，用总高度减掉台面的高度。总高度我定为80，所以说我们安装柜子的时候只安装65。有师傅建议我说，安装柜子的时候你应该带一个水平尺，个人也不太习惯，就是以这个瓷砖缝隙平行测量。两边确定一样高，这个也没有什么误差。再一个就是大家最担心的这么大一个柜子只打2个螺丝，有的打4个螺丝，这样靠谱吗？你想厂家敢这么设计，它能不靠谱吗？但是我也有我自己的方法。想必浴室柜厂家带的那个胀管和螺丝大家应该不陌生吧，就是这种的。像这样的大家打多大的孔呢？我打的是8毫米的孔。8毫米的孔扎胀管的时候呢，确实有点吃力，但是拧螺丝的时候呢，可以胀得特别紧。下一步呢，我们要安装台面，但是安装台面之前呢，我们一定要先把水龙头装上。后期安装的话，这个是很费劲的。大家固定水龙头的时候，都是想把它拧得紧一点，但是你也要看这个龙头的质量如何可不要逮着一个你就使爆发力。有时候就砸到自己手里了。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，很多人说这个抽屉怎么拆，现在看明白了吗？轨道的下面有2个螺丝，拆了这个抽屉就下来了。今天得发挥一下我的想象，给客户做一个蝴蝶结。抽拉水龙头的这个重力锤安装的位置不要安装在最底端，一定要偏上一点，要不然它没有什么拉力了。下一步我们安装这个下水器。安装下水器呢，我个人的习惯就是在这上面打一圈玻璃胶，这样安上去万无一失，绝对不漏水。这个时候有人要反驳了，好家伙，你打上胶，那人家拆的时候怎么办？你这不是坑人吗？如果是坑人的话，就不用玻璃胶了，就上点结构胶，那才叫真的拆不下来。按照客户的要求，就把他30元买的这个铁架子给他装在这个金柜的下边缘，方便他后期挂毛巾。最近这个玩意儿用的特别好，屡试不爽。但是发现了一个问题，这个开关和插座好像碍事儿了。客户的意思呢，就把这个开关和插座给它缺到金柜里边，但是我大概量了一下，好像有点难。要把这个开关和插座圈到这个金柜里边，这个金柜得往低放。但是放低了以后刚才我们装的这个毛巾架会影响水龙头的开关，没有办法，直接给它拆掉了，装不成了。就这样还是勉勉强强刚够安装进来。强加了一个毛巾架，看来还是无缘呀，只能退货了。金柜的位置已经摆放好了，现在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打孔的位置，果然有一个孔和我们的水管真的是对得齐齐的。左边的2个孔还好，没什么影响，但是在右边呢，下边的这个可以打，但是上边这个真的打不了。
只能在这个孔的位置呢给它打点玻璃胶，因为有那3条螺丝，承重应该也够。这是我安装前的标记线，看到吗？直直的对着这个孔。好家伙，这就是我们要确定上周水还是下周水的重要性。不过这个装饰盖还是给它固定在这里，把这个孔给堵上。另一边的开关和插座也不影响使用。看到这里，大家觉得装一套浴室柜难不难呀？有人说，眼睛是看会了，但是一动手就废了。为什么呢？可能就是没有经验吧。装这些东西真的需要丰富的经验，才能把每一个细节尽量的把握好。现场的不确定因素非常的多，所以我们要及时的跟业主去沟通。这个还要和下棋一样，一定要走一步看3步。临走之前呢，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蝴蝶结，没有问题，也不漏水，装好抽屉。最后呢，我们检查一下这些抽屉啊、柜门呀，看看我们里面有没有落工具。没有问题的话，邀请客户验收签字。